各位街坊老朋友，咱们坐在一起唠唠家常。不少中老年朋友上了年纪之后，最揪心的一件事，莫过于记性一天不如一天，害怕慢慢发展成认知退化，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阿尔茨海默病症。身边不少家庭亲眼目睹，从前精明干练的长辈晚年认不出至亲，起居无法自理，整个家庭都被沉重的照料压力裹挟。世界卫生组织多年持续的流行病学统计数据显示，全球平均每隔3秒钟就新增一名确诊认知障碍的病患，年满65周岁的群体整体患病概率达到 5.56%， 同年龄段女性的发病概率差不多是同龄男性的 1.8 倍。记性断崖下滑，处事性情大变，逻辑思维迟缓，都是这类病症最典型的外在表现。好在全球营养学领域数十年的落地研究已经证实，依托日常3餐的食材合理搭配，能够循序渐进给脑部组织筑起天然防护屏障，稳步压低晚年出现认知受损的发病概率。说到补脑食补，绝大多数老百姓的第一印象永远是核桃。自古民间靠着外形类比，流传吃核桃养脑的老话，常年稳居大众食补清单的榜首位置。可经过欧美多家营养研究所联合筛选出来的10款护脑食材榜单里面，是核桃仅仅排在第3名的位置。拔得头筹的食材随处可买，就是菜市场售价低廉的各色深绿色叶菜。不少长辈嫌弃菜叶口感发涩，咀嚼费劲，平日里刻意少吃，甚至完全不吃。今天我就顺着榜单从第10名开始，逐个拆解10种经过科研佐证的护脑食材，每一款都会讲明核心营养、权威试验数据、居家多样吃法和对应食用禁忌。坚持看到榜单末尾，第1名的答案大概率会颠覆您积攒半辈子的食补固有认知。第10名，咱们先来聊高纯度黑巧克力。好多中老年甜食爱好者心理矛盾，想吃一口绵密香甜的巧克力，又担忧糖分油脂超标，造成体重持续上涨，只能浅尝辄止。其实选对原料配比的黑巧是低成本的日常护脑小零食。可可原果内部蕴藏大量黄酮醇类天然抗氧化物，这类活性养分能够疏通脑部微细血管，提升脑组织氧气供给效率，在清除脑内多余自由基，减轻脑部慢性炎性损伤方面作用突出。欧洲荷兰老年营养调研课题组耗时4年追踪近10000名中老年受试者，分组对照的数据清晰表明，每日固定摄取20克左右高纯度黑巧的人群，常年认知测评分数普遍高于长期完全不吃巧克力的对照组人群。日常选购环节一定要擦亮眼睛，牛奶巧克力、夹心白巧添加大量精制白砂糖与人造奶油，长期食用会加重周身血管代谢负担，不在食补优选范围之内。优先挑选可可固形物含量70%以上的产品，每日定量1小块，闲暇直接含服或是碾碎碎屑拌入燕麦、温热鲜奶充当早餐配料都是不错的选择。切忌一次性大量暴饮暴食，多余热量堆积转化体脂，反而间接拖累脑部循环运转效率。第9名就说到家家户户常备的黑咖啡。很多长辈心里存着疑问，咖啡因主打提神醒脑，怎么还能划入护脑食材行列？关键点全在饮用方式，不加白砂糖、人造奶精的纯黑咖啡是性价比极高的平价健脑饮品。适量咖啡因能够温和活化中枢神经，短时间加快大脑信息处理速率。咱们晨起喝完咖啡，头脑清亮的切身感受，并不是主观心理错觉。咖啡豆当中富含绿原酸等多种多酚物质抗氧化、抗炎属性和黑巧的黄酮醇异曲同工。北欧瑞典慢性病调研项目收录12000余名常年规律喝咖啡的长者，长达10余年的随访记录显示，每日固定饮用2至3杯纯黑咖啡的受试群体，晚年患上阿尔茨海默与帕金森2类退行性病症的概率出现明显回落。饮用把控3大实操细节，
第一单日咖啡因总摄入量控制在400毫克以内，换算成日常杯装咖啡约2到3杯，不间断猛灌，极易诱发心慌、夜间失眠。第二，远离糖浆。奶油堆砌的花式咖啡，糖分骤升骤降，反复刺激血管，日积月累损伤脑血管健康。黑咖啡口感过苦，可以少量添加纯牛奶或者燕麦奶调和口味，杜绝植脂末这类含反式脂肪配料。第三，先天咖啡因耐受偏弱，喝完容易胃痛失眠的朋友，直接更换脱因黑咖啡，多酚营养完整保留，不会带来神经亢奋的副作用。找好适合自己的饮用量，细水长流饮用才能发挥食补价值。第8名，聚焦厨房常备调味原料姜黄，也是咖喱成品的核心构成原料。在东南亚各国日常饮食里出镜率极高，当地传统食疗沿用数百年，现代营养科研逐步探明，姜黄内部的姜黄素是核心活性物质，既能抑制全身各处慢性炎症，还可以穿透血脑屏障，直达脑部，减少有害淀粉样蛋白异常堆积。而脑部慢性发炎与淀粉沉淀，正是诱发认知退化的2大关键诱因。印度本土人口膳食调研数据能够直观佐证，当地人常年咖喱高频摄入姜黄，老龄群体认知障碍患病率远低于欧美各国。目前多国科研院所也在持续开展临床试验，探索姜黄作为辅助调理原料的可行性。不少长辈好奇，不用顿顿烹制咖喱，该如何日常食补？居家常备干姜黄粉，炖鸡鸭、焖排骨的时候撒一小撮调味，或是搭配黑胡椒、温鲜奶熬煮房间俗称黄金奶的饮品，睡前小口慢饮，既能舒缓身心，还能稳步吸收养分。这里补充一个关键食补知识点，姜黄素单独在肠胃吸收率偏低，搭配少量黑胡椒内含的胡椒碱，吸收效率能够成倍提升。日常依靠3餐调味摄入就足够，不用盲目高价购入高浓度提纯保健品，过量进补反倒加重肝肾代谢负荷。长期适量摄入，顺带还能养护关节与周身心血管。第7名，传承1000年的传统饮品绿茶。从唐宋时期就有饮茶益智的民俗记载，现代营养试验不断印证，规律饮茶的人群脑部老化速度更平缓。绿茶的营养优势依托儿茶素与茶氨酸2大核心成分。儿茶素属于强效抗氧化物质，持续减少脑细胞氧化损耗，相当于日复一日给脑组织做养护。日本国立老年医学研究院历时5年，分组追踪6000余名中老年受试对象，每日固定2至3杯淡绿茶的受访者，记忆力、事物决断力的测试成绩全方位优于无饮茶习惯的对比人群。茶氨酸则拥有舒缓神经的独特效用，调节脑部神经递质分泌，让人放松心神却不会昏昏欲睡。很多朋友烦闷焦躁时泡一壶热茶，心绪慢慢平复，正是茶氨酸在发挥作用。就连茶叶挥发的天然香气也能降低身体压力激素分泌。喝茶时补同样讲究方式，龙井、毛尖、碧螺春等优质原叶茶，茶多酚含量更高，养生价值更突出。优选无糖无奶的轻饮模式，切忌晨起空腹冲泡浓茶，容易刺激肠胃诱发不适。最佳饮茶时段放在饭后1小时，解腻的同时不阻碍铁质吸收。现泡现喝，营养留存最优。隔夜茶水有效成分大量氧化，养生效果大打折扣。午后对咖啡因敏感的长辈换成无添加花草淡茶即可。另外，网传嚼食茶渣、干茶粉能够防病没有任何科学依据。茶叶含有微量天然重金属，正常冲泡饮水即可，切勿直接食用茶渣。第6名就是家家户户餐桌上高频出现的西兰花，不少孩童抗拒它的青涩口感，长辈却总叮嘱多吃。很多人片面觉得西兰花只富含普通维生素，算不上高端食补食材，实则它是公认的十字花科护脑王牌，丰富维 C、贝塔胡萝卜素构建基础抗氧化防线，
独有的萝卜硫素才是核心营养亮点。这种特殊植物成分能够激活人体自体解毒酶体系，打开细胞自我修护开关，大脑日常代谢源源不断，产生代谢废物与受损细胞。萝卜硫素可以针对性修护脑神经。多国动物对照试验数据显示，持续定量补充萝卜硫素的受试个体，脑部受损组织修复效率明显提升。除此之外，足量维 K 助力神经髓鞘合成。叶酸能够规避因养分缺失带来的认知下滑，缺叶酸的高龄人群记性退化速度会成倍加快。西兰花兼顾多种脑部所需营养素，居家烹饪优先沸水短汆1到2分钟，或是少油快炒。长时间高温炖煮会大量流失活性营养，水沸滴少许食盐与食用油，焯水后过凉水，成品脆嫩营养留存完善。搭配蒜蓉炒制风味更佳，大蒜中的蒜素还能辅助调控血脂。不爱单独食用的朋友，把西兰花打碎混入面糊摊蔬菜饼，打成浓汤泥，轻松隐藏特殊口感。同科甘蓝、芥蓝、菜花、羽衣甘蓝可以轮换食用，避免饮食单调，唯独甲状腺功能异常的人群。严控生食摄入量，充分做熟之后正常食用没有负担，每周3到4次轮换吃10子花科蔬菜，持续给脑细胞清理代谢垃圾。第5名是国民早餐标配鸡蛋。过去数十年受老旧养生误区影响，很多长辈忌惮蛋黄胆固醇，只吃蛋清丢弃蛋黄。现代营养学更新共识，人脑整体构成近60%都是脂质，胆固醇是细胞膜、神经髓鞘的必需原料。完全断绝胆固醇摄入，记忆相关神经递质无法正常合成。鸡蛋性价比体现在蛋黄富含胆碱，胆碱是合成乙酰胆碱的基础原料，乙酰胆碱负责脑细胞之间信息传递，长期胆碱摄入不足，容易注意力涣散，记事困难。多份人群追踪试验表明，胆碱摄入充足的群体，晚年认知障碍发病概率显著走低。一颗普通鲜蛋的胆碱含量就能满足成人单日大半所需。除此之外，优质蛋白、维 B12、维 A 多种微量元素齐聚蛋参。维 B12 匮乏使高龄人群走路发飘、记性骤降的常见诱因。围绕鸡蛋的3大误区逐个理清。第一，日常膳食胆固醇对人体血脂影响有限，健康中老年每日1到2枚全蛋没问题，血脂指标异常人群每周控制在4至5枚即可。第二，优选水煮蛋、蒸蛋羹这类低温做法，高温油煎破坏水溶性维生素，牙口偏弱的长辈蒸蛋羹最易消化。第三，蛋壳红白，蛋黄深浅只有母鸡品种、饲料决定，不用高价追捧土鸡蛋。普通商超鲜蛋营养达标，食用务必全熟，规避沙门氏菌带来的肠胃隐患。每天1颗鸡蛋，低成本持续为脑部补充原料。第4名，各色新鲜浆果，草莓、蓝莓、蔓越莓、黑莓都囊括在内。鲜亮果皮自带的花青素是核心营养，这类黄酮物质可以穿透血脑屏障，加固神经元之间信息连结。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开展10年老年追踪试验，上千名受试者分组统计，每周规律吃浆果的群体认知老化速度比少食浆果的人延缓2至3年。针对轻度记忆衰退的受试老人，连续12周每日定量饮用纯蓝莓原汁文字实际逻辑学习的测试，分数出现明显回升。花青素还能养护周身微血管，降低血管性认知障碍的发病概率。浆果附带丰富维 C 与可溶性膳食纤维，维 C 辅助抗氧化，膳食纤维平稳餐后血糖，避免血糖剧烈起伏损伤脑组织。鲜果直接生食最优，反季选购无添加糖冷冻浆果、打奶昔。熬果酱性价比更高，选购果干、果汁紧盯零蔗糖添加款、桑葚、紫葡萄、黑梨子等同色系本土鲜果，花青素含量相近，可以平价替换。
牙口退化的高龄长辈，鲜果压成软泥再食用，单次小半碗用量刚刚好。在补充脑部养分的同时，花青素还能辅助抵御紫外线对皮肤的损伤，一举两得。第3名就是大众熟知的核桃，依托外形相似，加上民间食补俗语，常年稳居老百姓心中补脑第1名，实际榜单位列季军。核桃富含阿尔法亚麻酸，属于优质植物 Omega-3， 在人体内部能够部分转化为俗称脑黄金的 DHA。DHA 是大脑皮层关键组成成分，保障细胞膜柔韧度，加快神经信息传递。搭配维 E、多酚、锌镁与多种 B 族维生素，维 E 防护细胞膜脂质不被氧化，多酚消减脑部炎症，锌助力神经递质合成，镁舒缓紧绷神经。美国加州大学营养课题组开展对照实验，受试中老年人每日4至6颗原味核桃，坚持数月之后，认知测试平均分提升1成，3对应认知退化发病概率下降2成8。日常食用讲究细嚼慢咽，咀嚼动作本身也能活化脑部神经。核桃碎搭配富含维 C 的鲜果、蔬菜同吃，提升油脂吸收利用率。磨核桃、黑芝麻、黄豆、豆浆是沿用多年的经典食补搭配。核桃仁油脂含量偏高，去壳之后密封冷藏存放，避免氧化出现哈喇变质。杏仁、榛子、腰果轮换搭配，单日综合坚果1小把，优选无盐无糖原味款，规避重加工坚果加重身体代谢负担。第2名各类低脂深海鱼，秋刀鱼、沙丁鱼、青花鱼、三文鱼都是优选品类。鱼肉自带现成 DHA 与 EPA， 不用经过人体转化，直接被脑组织吸收利用。欧洲营养学会历时20年人群随访，中年阶段血液 DHA 含量充沛的人群，步入老年之后认知障碍发病概率仅有偏低群体的一半。EPA 侧重抗炎，疏通周身血管， DHA 搭减神经突触，协同减少脑部淀粉样沉积物。鱼肉附带优质蛋白为 D、虾青素与锌元素，全方位维护脑血管健康。每周2至3次吃鱼，其中1到2次选用高脂深海鱼清蒸、清炖，最大限度留存 Omega-3， 高温油炸大量损耗营养。内陆不易采购海鱼的朋友，在专业医师指导选用藻油补充，藻取自深海微藻，是 DHA 原始来源。素食人群友好，选购优先秋刀、沙丁鱼这类小型鱼种，食物链层级偏低，体内重金属蓄积更少。葱姜搭配去腥，还能辅助抗氧化。日本冲绳地中海沿岸居民常年规律吃鱼，当地高龄人群认知退化发生率普遍偏低，饮食习惯的影响不可忽视。第1名就是随处可得的各色深绿叶菜，菠菜、油麦菜、地瓜叶、甘蓝、小白菜售价亲民，不少长辈嫌口感发涩，常年少吃，却是10款食材里护脑综合实力榜首，足量天然。叶酸是核心养分，叶酸最先从菠菜中提取，长期叶酸摄入不足，神经退行问题风险大幅上涨。维 K 加固神经髓鞘，叶黄素、玉米黄素防护脑细胞，免受氧化损伤。丰富膳食纤维养护肠道菌群，依托肠脑轴间接养护大脑。2018年神经学年鉴刊载大型调研，960余名平均81岁的受试老人，5年随访数据显示，每日1份绿叶菜的组别，脑部老化速率远低于几乎不吃青菜的人群，折算下来，脑部状态平均年轻11岁。国际公认 MIND 护脑饮食体系直接把深色叶菜放在首位，建议每周不少于6次摄入。日常轮换菜式，鲜菜现吃减少营养流失，富余食材焯水冷冻留存，打成果蔬奶昔，拌饺子馅，煲汤下锅。多种吃法弱化涩味。中餐、晚餐各1份熟制绿叶菜，日积月累，稳步护脑。全部10种食材梳理完毕，客观说明没有任何一种食物可以彻底杜绝认知障碍。遗传、年龄、环境、基础慢病多种因素都会左右身体状态，
长期坚持科学饮食，只能稳步压低患病概率，延后发病时间。想要全方位养护大脑，除食补之外，每日30分钟左右温和运动，夜间充足睡眠，多社交动脑。常年管控3高指标缺一不可。平日里减少精加工零食、高糖甜品、反式油炸食品的摄入，这类食物加重全身炎性反应，间接损伤脑部血管。给大家一套落地一日饮食参考：早餐水煮蛋搭配淡绿茶，午间正餐深海鱼肉配蒜蓉西兰花，下午茶少量原味黑巧加一杯纯黑咖啡，晚餐清炒绿叶菜，睡前小杯无添加姜黄奶。把食补融入3餐，循序渐进坚持。养生从来没有捷径，贵在日复一日的好习惯。